your taste so deep in me. 跟着平大叔看遍泰国豪宅。今天呢，大叔将带大家来参观一个非常美丽的森林系咖啡店，并且还拥有自己的度假村。今天我们这一个建筑呢，它一共是占地6个 rai， 前院呢3个 rai 呢是属于它的咖啡厅和它的第一个度假村，第2个地块呢是属于它的纯粹打造的水系度假村。今天这个标的呢，它是位于清迈的杭东区。我们都知道，杭东区呢，其实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哈。它的周围5分钟的车程范围之内，能够到达 SIBS 的国际学校和南纳国际学校，并且也能够到达2所高尔夫球场，一个是北山球场和杭东球场，所以它周围的环境还是非常的棒的。今天我们首先所在的位置呢，是这一个度假村的停车场。整个停车场呢，它是一共可以容纳15辆汽车，并且呢，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度假村的风格哈，非常的小清新。我们不管走在哪个地方，都能够找到清迈这种宗教建筑的一些特色。从地砖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哈，它的主人还是非常的细心，使用当地的一些元素哈。今天这个度假村呢，我们就先从它的咖啡厅来为大家一一介绍。哇，推开这个非常沉重的双开门哈，就能听到整个瀑布的一个声音哈，非常沉浸式的体验。整个咖啡厅呢，我们就感觉坐落在热带森林的一个流水之中。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咖啡厅呢，都是被这种热带丛林所包裹。进门的地方呢，我们的右边是可以点餐的地方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点一些非常爽口的甜点和咖啡。后面呢，我们就是制作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建筑，非常的巨大哈。我们能够看到，在这里有点像大城府的那个被大树所包裹的这种雕像哈，也能够看到这种瀑布的森林景观。如果在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坐在这里喝上一杯咖啡，又能够听到周围的流水的这种瀑布声音，非常的放松哈。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呢，其实整个园林的设计呢，都是围绕着这个瀑布而建。这一个咖啡厅呢，它以前是主人的一个前花园，他没有想到要做咖啡厅。现在呢，疫情过后呢，因为度假村那边呢暂时没有开业，所以这边呢做成了一个森林系的咖啡厅。而且现在清迈非常流行这样的一个调调哈，打造原生态。整个的下面呢是有流水，上面呢是有瀑布，中间呢就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些热带植物。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份凉意哈。其实清迈的白天呢，有时候还是蛮热的，但是在这种绿树成荫的地方就非常的清爽。整个度假村呢，一共是占地6个 rai， 它呢是分为2块区域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咖啡区和后面的度假村呢是3个 rai。转过来呢，我们能够看到啊，每一个地方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，不光是环境美哈，我们能够看到它的甜点也非常有特色啊。大叔呢，其实平时不太喜欢吃糖，但是呢，今天看它这个做的这么漂亮啊，一定要尝一下。穿过这个榕树哈，我们又能够来到另外的一片。它的这个咖啡厅呢，其实分为前段的瀑布区和后面的这个水池的区域哈。它的这块地呢，以前就是自己的家的地，所以说在整个的地块上面呢，有非常多的这种参天大树哈。他们也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这些树作为它的景观来使用。现在呢，我带大家从它的侧面来参观一下啊，走。从它的侧花园呢，我们继续往里走，这边又有一处这个大象的一个喷泉瀑布哈。那么我们整个度假村呢，其实距离古城区呢大概是26分钟左右。如果你想要一份宁静的话，可以离市区稍微远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距离呢，我觉得也相当合适啊。转过来以后呢，这边是它的厨房，后面呢是可以到达我们度假村的地方。刚才大叔也提到哈，度假村的主人呢，他们以前是做那个雕塑和一些建筑材料的，
所以说像这种雕塑啊，还有像这种建筑的这种，比如说花砖呐、还有像红砖呐、还有像地板的这种仿木的这种石板呐、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。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建筑里面用的这些材料呢，还是蛮不错的哈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前面的咖啡厅的一个区域介绍。现在呢，大叔带大家去看一下它的度假村是什么样的。萨瓦迪卡，来一起参观一下它的度假村哈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度假村的一个大门这里放2个硕大的象头哈，作为它的雕像。在清迈，我们能够看到大象啊，处处可见哈，不管是雕像啊，还有一些石雕都是这样。进门以后，我们侧面呢有一个小的侧花园，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整个度假村呢，疫情3年全部是关闭的，所以说现在是重新再开放。整个度假村重新再开放以后呢，其实主人呢也无心经营，整个度假村可卖可租哈，价格呢。如果你6个 ride 一起买的话呢，现在报价是9100万泰铢哈。如果是你要分开买的话，还会贵一点。当然了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大叔呢绝对为大家小刀一把。进来以后呢，是我们这15间的一个度假村的一个画面。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，一共度假村的房间数呢是35间，前面呢这是15间，后面呢还有20间。我们来看一下这15间的一个格局哈，它是2排并排的，然后中间呢是有一个通道，在它的左手边呢是泳池房，右手边呢是它的套房。我们一起来泳池房看一下。泳池房和套房呢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泳池房可以直接接入房。疫情3年嘛，所以说没有经营，他们就把这些柜子啊、桌子啊都暂时先放在外面。防止防潮嘛，所以说现在也在打理哈。那么整个房间进来以后呢，中间是休息厅，后面是卫生间。这边的一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它做了一个玻璃的开窗哈，可以看到户外的一个泳池景观。我们从这里出来，它这里是蛮细心的，还有这个防蚊纱窗哈。过来以后呢，这就是我们的泳池接入房。它的这个度假村的这个面积呢，比咖啡厅大概要大1倍吧。因为它是分2部分，一部分是住宅的套房，一部分是泳池接入房，还有这个公共的这块区域哈，所以它的区域还是蛮大的。15间房容纳30位小伙伴没有太大问题。包括我们呢，其实整个看到这边的植物景观也是非常的棒哈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的 B 区呢现在已经租出去了，是租给了咱们这边呢学校呢做活动。这块区域呢是距离这2所著名的国际学校非常的近，所以说呢这块区域呢也是租给他们在使用。现在游客呢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哈，所以说我们这块区域全部都是空着的。往后走呢，其实这边还有一个独栋建筑，这个独栋建筑呢其实就是主人呢有时候自己住主或者经理自己住主。这就是我们整块区域的一个画面介绍了。现在呢，我再为大家复述一下这个度假村的一个数据。我们这个度假村呢是包含了咖啡厅、度假屋，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2层的建筑。它呢一共是占地6个 ride， 位于呢清迈的杭东区，周围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2所国际学校 SIBS 和南纳国际学校，而且也能够到达我们北山球场和杭东球场。周围的娱乐设施和学校已经非常齐全了。距离古城呢是26分钟，也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到达古城。其实长期在清迈居住的朋友呢，如果你在这种稍微离市区远一点的距离居住时间长了以后哈，其实就很少到古城，除非是有朋友来想去转转，其他的时间都想清静的待在这边。我们能看到周围的一个环境还是非常棒的啊。整个物业的报价呢是9400万泰铢。当然了，这里大叔可以为大家小刀一把哈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一半一半的出租下来，那么价格非常便宜。后面的一个出租价呢，不到20万泰铢1个月，并且拥有20间房和超大的泳池。如果是你有自己的客户群，如果你有自己的小伙伴，像这样的房子租下来的话，运营的话也是 OK 的。当然，如果说你要想租下来白手起家，你什么客源也没有，然后你也没有运营过酒店，那大叔劝你还是不要去碰，因为酒店的运营和酒店的这种东西的话，一般人其实还是会容易踩坑的。今天呢，大叔就为大家介绍这里，像这样的一个带着森林系的咖啡厅和度假屋的地方呢，
我觉得还是要介绍给有经验的小伙伴哈。跟着平大叔看遍泰国豪宅。